在末世，没有道理，只有战斗；没有眼泪，只有适者生存。二宝哥，二宝哥，你饶了我吧！我长得这么帅，做不了苦力呀！我堂堂末世战神，一眨眼穿越到了古代。相公是个不学无术的小白脸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债主把相公带走后，给我留下4张吃饭的嘴。关键，我还是个继母。阿娘，我饿。一声阿娘，我只好重操旧业。打个猎，备下这车物资，家里4个小可怜能安稳度过这个寒冬了。刘老三，你说你有什么用？死了一个老婆，好不容易又娶了一个，人就跑了。这4个孩子跟着你，你也养不活，一个座价15两，正好抵债了。别碰我的娃！二宝哥，我求求你，你宽限我3天，不1天。住手！阿娘，我怕。哟，这不是刘老三跑路的婆娘吗？这是在哪儿发了财呀？林二宝，刘季不是给你抵债了吗？这又是什么意思？提着废物就一肚子气，一点活都干不了，在我那儿纯浪费粮食。娘子，娘子救命啊！他们要卖了我们的孩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兄弟们，连这婆娘和板车全都给老子拉走！卖我的崽，还想打老娘的主意？你少拿刀吓唬老子！今天不还银子，老子就把这4个小崽子抵债。就是闹到官府，老子也不怕你。你动他们试试。那车货也可以拿来抵债。不行，女侠，刘季欠我这么多钱，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他到底欠了你多少钱？别玩利滚利那一套。50两。胡说，顶多欠你30两。你放屁！一共40两。上个月你买这婆娘又从老子这儿借了10两，你忘了？这是38两，够不够就这些。要是再纠缠，咱就去见官。你放高利贷又贩卖人口，这2个罪名够你喝一壶的。女侠以德服人，在下佩服。刘老三娶了您这般人物，真是有福。钱都拿了，还不快滚！以后少来烦本大爷！呸！吃软饭的废物！算你这婆娘识相，懂得拿钱给为夫平事儿。愣着干什么？没看见一家之主受惊了吗？还不赶紧去烧热水伺候为夫沐浴？这些天都没空打理我的帅脸。嘿嘿，这婆娘看着凶巴巴的，没想到这么听话，能挣钱还能打，最重要的是对老子还百依百顺。嘿嘿嘿，老子的好日子可要来喽！果然是股东的物资，发财了，这下真发财了！四娘做梦都没见过这么多肉肉，阿娘真是太厉害了！天哪，全是精米和白面，这要是省着点吃，绝对够过冬了。阿娘这得赚了多少银子啊！还有棉被，有煤炭。这个冬天，弟弟妹妹们终于不用再挨冻受饿了。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家的吗？傻小子，当然是我们家的了。大郎，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炖肉！记住，把最有嚼劲的那块留给我下酒。哎，爹，我这就去。嗯哼哼，大鼓它咚咚的响呀，天上掉下个美娇娘，能带娃来，能挣钱，官人我往那椅上靠。娘子，今天你为家里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夫身为一家之主，破例允许你上桌吃饭。把这卖身契签了。凡刘家之事，皆由秦瑶一人做主。刘季这条狗命也归秦瑶所有，若有不从，虽已打死。秦瑶，老子堂堂7尺男儿，一家之主，你竟敢让我签这东西，做梦！签还是不签？秦瑶，你别忘了，
你只是个快饿死的逃荒女，要不是我好心把你买回来，你早饿死了。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多亏了你，我才过上白天种地，晚上带娃，吃不饱饭的好日子。原主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死在田里，老娘才穿越在他身上。自古女人讲究3从4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你赚的钱、买的东西，全都属于老子的。竟敢 PUA 我！老子在末世杀丧尸的时候，阎王爷都得绕道走。你一个连老婆孩子都护不住的废物，也配跟我提从夫？放手！你这是谋杀亲夫！杀你，我还懒得去瞒。孩子们，咱们老刘家容不下这种悍妇，跟爹站在一起，咱们把他赶出去。赶我出去？刘季，刚才我替你还了38两，你拿什么还我？眼下你就这间破茅草屋了吧？现在要么还钱，要么你滚蛋。你们4个愿意跟着你爹的就跟他走，愿意留下来的就跟着娘过。二郎是个天生的小算盘，凡事讲究利弊。跟着亲爹，天天挨饿；跟着阿娘，衣食无忧。3岁小孩都知道怎么选。二郎，你个势利眼，爹平时白疼你了。四娘真是爹的贴心小棉袄，让爹抱抱。四娘，这丫头鬼灵精怪的很。阿爹臭，阿娘香，四娘要跟阿娘。四娘，你这个小马屁精，爹的心都被你伤透了。大郎，你是咱家的长子，应该坚定的站在爹这边。大郎这孩子早熟懂事，最渴望弟弟妹妹活得安稳。阿娘，我跟着你。大郎，没想到你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三郎从小胆小懦弱，心思敏感。三郎，过来，跟哥哥妹妹在一起。唉，这孩子更不会选我。阿爹，他好凶，我怕，我要跟你走。秦阳，连孩子都说你凶。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傻？你娘那边有米有肉，跟着我干什么？喝西北风吗？傻！阿爹，我怕。嘿嘿，三郎，去你阿娘那边，爹也不走，爹也跟你娘在一起，咱们一家团团圆圆。签字。阿娘，肉肉太香了，四娘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肉。跟着阿娘有过不完的好日子。慢点吃，嚼烂一点。大郎，你也吃，别只顾他们。等吃完饭，阿娘给你们拿新衣服，全都换上。没人跟他抢，他藏这么大块肉干什么？君子远庖厨，老子堂堂7尺男儿，别人要是知道，我这张醉脸都不够丢的。阿爹，吃肉肉。还是三郎好啊，阿爹没白疼你，不像那3个白眼狼。原来藏肉是给他爹吃，真是个小暖男。三郎，你来烧火，这烟呛得我头疼，阿爹得去歇一会儿。这刘季真是死性不改。娘子，不，女侠，饶命啊！三郎舍不得吃的肉留给你吃，竟然还要让他替你烧火？误会，娘子，这是个误会，是三郎非要自愿帮我的，不信你问问他。你一个大男人，连林二宝都嫌你，把你退货回来，我都替你臊得慌。这为夫确实做不了。给我听好了，以后我交代你做的事情，你必须亲力亲为。再让我抓到你耍心眼子，或者敢使唤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你全身的骨头一寸一寸捏碎。听懂了吗？听懂了，听懂了。娘子，其实你不了解我，我最爱干活了。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摊上了这么个活阎王！不把他的懒筋给抽了，这个家永远过不去。娘子，菜齐了。孩子们，去屋里把新衣服换上吧，赶快吃，吃完把碗刷了。肉呢？孩子们都吃完了，怎么了？哦，没事没事，我不爱吃肉，就爱吃青菜。阿娘，四娘穿新衣好不好看呀？好看，四娘穿什么都好看。新衣服穿着就是舒服。当心点儿，别弄脏了，留过年的时候再穿。三郎，怎么不换衣服？是不喜欢吗？这么好的衣服，我不配穿。你这丧门星，瞧你没出息的样，有新衣服怎么不穿呢？三郎当心！伤到哪儿没有？疼不疼？三郎不疼，阿娘受伤了，对不起，都是三郎不好。傻小子，阿娘不疼，只要你没事就好。这毒妇为了这个没出息的娃，差点连命都不要了。娘子，你看天上的月亮多浪漫。这次掉个瓦，下次说不定掉个房梁，到时候更浪漫。孩子们渐渐大了，得置块地，盖个新房。置地盖新房，你说的倒轻巧，至少得几10两银子。要不是替你还了外债，那笔钱够不够置地盖房？得，又绕到老子欠债这事儿上了。在大雪来临前，还得去打个野。收拾好屋子，就早点睡吧。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刘季，在家照看好孩子，要是让我回来听到他们向我诉苦，小心你的皮。娘子放心，为父一定谨遵娘子教诲。大郎，在家照看好弟弟妹妹，要是让我回来听到他们向我诉苦，小心你的皮。阿娘呢？这毒妇去趟深山老林，就能变出几10两银子。老子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发财秘密。这刘季居然还敢跟踪我，那就让你看看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差点就被你发现了，还好老子身子敏捷。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哟，深山老林的，哪来这么俊俏的小娘子？这脸蛋，这身段，嘿嘿，比青楼里的还标致。本来进山打猎，没想到猎物自己上门了，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那刘季的人品如何。小娘子，这荒山野岭的可不太平，跟哥哥们回寨子里当个丫头夫人，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光天化日，难道就没有人来救救我这弱女子吗？我家相公可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想让为夫救了，你不是很能打吗？打呀！当初逼我签卖身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有今天？夫妻本是同林鸟，老子先跑一惊。可是他昨晚救了三郎啊，虽说有点功夫，但怎么能是2个劫匪的对手呢？要是他被抓去土匪窝，肯定生不如死。要不老子吼一嗓子吓跑他们。不行，万一惹怒了劫匪，老子这张俊脸就毁了。他死了最好，他死了，老子就彻底自由了。秦瑶啊秦瑶，你居然期待一个废物能站出来，真是可笑至极。这小娘子身体还挺灵活，就是一个人恐怕还捉不住她。2位大哥，我那相公就是个懦夫，我早就不想跟他过了。小女子愿意跟你们走。小娘子真识相，这是我们哥俩1天的收成，全给你，就当聘礼了。小美人儿，收了哥哥的聘礼，就让哥哥先亲一口。这婆娘原来是这样搞钱的，真是把我老刘家18代祖宗的脸都丢光了。人家胃口大得很，这点银两恐怕不够呢。只要你能把我们哥俩伺候舒服了，银子要多少就有多少。真的吗？刘季，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真的连面都不肯露一下吗？臭娘们儿，老子要把你大卸八块！这哪里是女人，分明是个活阎王。还好老子平时对她言听计从。你如此薄恩寡义，从今往后咱们夫妻情分已尽。蚊子再小也是肉，2枚铜钱也够给孩子的粥里加个鸡蛋了。2个色迷心窍的废物，这次彻底栽了吧？还好老子在这当暗哨，不然回去都没法跟老大交差。
臭婆娘，去死吧！嘿，娘子小心！完了完了，老子中暗器了，暗器上肯定有剧毒，老子这张帅脸要英年早逝啊！找死！刘季，你醒醒！娘子，为夫是不是快不行了？你牵了老娘的卖身契，老娘不允许你死！嘿嘿，这活阎王掉泪了，老子必须把这戏做足。娘子，别费劲儿了，能死在你的怀里，为夫死而无憾，只求你一件事。你说，我都答应你。你这么漂亮，找个好人家，该嫁了吧？只是我那可怜的4个孩子。不，既然我认下这4个孩子，就绝不会抛弃他们。你撑住，咱有钱了，我给你找最好的郎中。没用的，记得每年清明让我的4个孩子给我多烧点纸钱。好，我答应你。这王八蛋居然敢炸伤，耍老娘！娘子，我感觉我浑身发冷，毒气是不是攻心了？快，趁我还有最后一口气，抱紧我！相公，你中的这毒好生厉害啊！是啊，五脏六腑都在痛。既然毒已攻心，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为妻这就拿刀把伤口挖开，把毒血放干净。什么？挖开伤口？哎，娘子，我突然觉得胸口不闷了，气也顺了，连腰酸背痛的老毛病都好了。哦，刚才不是还说毒气攻心，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吗？天意，这都是天意啊！一定是老天爷看我对娘子一片痴心，特意让这块祖传玉佩显灵，替我挡下了这致命一击。祖传玉佩，地摊上2文钱3个买的吧？连我都敢耍，我看你是嫌命长。娘子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块烂泥怂是真的怂，但刚才奋不顾身那一下，并不是装出来的。少在这里花言巧语，起来，去把伤你那个劫匪的身上给我搜干净。好嘞，保证给搜刮的干干净净。娘子，咱们现在是刘家村首富了，咱们都没拜过堂，我是不是该买顶大轿子把你抬回去？这是盖房的钱，1分都不许乱花。真要盖房啊？我带孩子们盖，你就留在你的破茅草屋里，天天看月亮吧。盖就盖嘛，只是不能让我搬砖。阿娘，你终于回来了，四娘好想你。阿爹阿娘辛苦了，请喝水。卖了多少钱？哇！二郎，给你这个小账房一个任务，算算这笔钱能买多大的地，盖上多大的房，包在我身上。阿爹，你的衣服破了，你受伤了吗？受伤？笑话！三郎，你爹我今天可是以1敌3。你们阿娘当时被3个穷凶极恶的劫匪包围了，你爹我大喝一声，一记白鹤亮翅，黑虎闹心，最后再来个神龙摆尾，3下5除2，就把他们打趴下了。哇，阿爹好厉害！这算什么？你们是没看见，后来那密林深处又窜出来10几个悍匪，个个身高8尺，满脸横肉，挥舞着几十斤重的大砍刀。你娘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寸步难行。为父我临危不乱，气沉丹田，双脚猛地一蹬，凭空跃起3丈多高。我左手一招排山倒海，右手一招横扫千军，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10几个带毒的飞镖齐刷刷射过来。我为了保护你娘，挺起胸膛，硬生生用这血肉之躯接下了最毒的一枚暗器。阿爹，大英雄！最后愣是一声没吭，靠着一身正气，把他们全吓破了胆，落荒而逃。去烧水，你爹今天确实辛苦了。这毒妇居然没拆穿，难道他爱上我了？阿娘，算出来了，我全都算清楚了。这里一共120两银子。首先买地和送礼，咱们买村东头靠河的那3亩地，打点村长和李尊的酒水钱，加上办地契的税钱，一共35两。你可真敢想，那可是咱们村的风水宝地。其次是材料和人工，买上好的青砖青瓦，防虫的红木房梁，外加石灰和沙土，需要50两。红木，村长家都没盖上这么好的房。再请咱们村10个泥瓦匠，包吃包喝干1个月，工钱带饭钱15两，这就花了100两。那咱们能盖多大的房啊？正房3大间，东西厢房各2间，厨房、柴房、杂物间全都有，外加一个能养鸡养鸭、打上水井的超大院子。到时候阿爹阿娘一间，咱们兄弟几个1人1间屋，四娘一间，二郎一间。哇，住大房子喽！四娘要有自己的小房间了。最后剩下的20两银子，留10两打新家具，买锅碗瓢盆，请客吃饭，剩下10两留着当备用金。
阿娘，二郎算的对不对？算的一丝不差。我们家二郎真是个天生的大掌柜。明天咱们就照着你的方案严格执行。我来补充一句，泥瓦匠的活就请林二宝来干，他要是敢给我偷工减料，我打断他的腿。好，那就由你当监工吧。遵命。都给我精神点儿！这可是咱们刘家村头1号的大豪宅，谁要是敢偷工减料，我这眼里可容不得沙子。呸！什么东西？前几天还像条狗一样被老子踩在脚底下要债，现在居然骑到老子头上拉屎了！还不是娶了个好老婆，在这狐假虎威。他龟在这公报私仇呢。哎，给他干活，实在是太憋屈了。干脆我也正有此意，省下的钱还能给兄弟们多分一分，让他吓得慌。等过2年一下大雨，房子一塌，砸死这个王八蛋！林二宝，你这泥浆味道不对啊！怎么着，欺负老子不懂行是不是？刘季，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可是上好的石灰浆，你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懂个屁！我是不懂盖房，但我懂你。这几天我每天都在研究各种材质，其中就有你这种。这泥浆表面看着光鲜，里头全是松的。你胡说！你敢不敢把这材料拉到县衙里，让县太爷辨认辨认？哎，季哥，这点小事就不劳烦县太爷了，那还不赶快把材料给我换回来？好嘞。二郎，记下来，林二宝偷工减料，扣他们3两工钱。记下了，扣工钱3两。刘季，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扣老子的工钱？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打断你的狗腿？你想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娘子可是……呸！你怕他，我们可不怕。就算他长了3头6臂，是个活阎王，老子今天也要先替天行道，把你这个吃软饭的狗东西，把你这个吃软饭的，哦不，把你这个辛辛苦苦起早贪黑为咱们工地操碎了心的绝世好监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呀！季哥，您受累了。我刚才的意思是，谁要是敢动您一根汗毛，那就是跟我过不去。您喝茶不？我去给您烧水。算你小子识相，还不赶紧去干活！要是耽误了我家娘子住新房，仔细你们的皮！怎么回事？很热闹。没事没事，刘监工在指导我们怎么把墙砌得更结实呢。我们受教了，这就干，马上干！娘子，我这监工做的怎么样？总算不是一无是处了。累死老子了！一上午被刘季那孙子当牲口一样使唤，这会儿肚子早饿瘪了，忍着点吧。那刘季是个小人，他婆娘更是出了名的狠角色。我看中午顶多就是给咱们喝点的稀粥，再配点野菜。唉，这叫什么事儿？早知道就不接这活了。开饭了！各位伯伯叔叔辛苦啦，快来吃饭饭喽！这是给咱们吃的。对呀，我阿娘特意交代的，说叔叔伯伯们给咱们家盖大房子，顶着大太阳流了好多汗，太辛苦了。这不是应该的吗？阿娘说必须要多买肉，全炖了，让叔叔伯伯们吃的肚皮圆滚滚的，才有力气干活。真是谢谢你阿娘了，叔叔伯伯们肯定好好干活。阿娘还夸你们呢，说叔叔伯伯们都是10里8乡最厉害的能工巧匠，有你们帮忙，咱们家盖出来的房子肯定全天下第一结实，第一漂亮，连县太爷住了都要竖大拇指呢。要我说啊，这一锅红烧肉都比不上四娘的小甜嘴，小嘴简直跟抹了蜜一样，听得我这心啊，比吃了这碗红烧肉还舒坦，可不是嘛？四娘啊，你这几声伯伯可没白叫，伯伯们就算拼了老命，也得把你那个带小窗户的大闺房盖得全村第一气派。谢谢伯伯们，伯伯们最厉害啦！快多吃点肉肉长力气。这小丫头一张巧嘴比拳头还好使，几句软糯糯的马屁拍下去，直接把这群大老爷们的心给收买了。我给地主家干了半辈子活，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红烧肉，这娘子真是个厚道人啊！兄弟们，是啊，人家东家不仅没怪咱们之前偷工减料的事儿，还给咱们吃这么好的伙食，把咱们当自家人看。兄弟们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要是敢偷奸耍滑，我林二宝第一个打断他的腿。
兄弟们，是啊，人家东家不仅没怪咱们之前偷工减料的事儿，还给咱们吃这么好的伙食，把咱们当自家人看。兄弟们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要是敢偷奸耍滑，我林二宝第一个打断他的腿。看到没？这就是我刘季当家做主的风范。是我跟我娘子说，你们干活卖力，必须加肉，还不快谢谢本监工？是，多谢刘监工，您老边歇着去吧，别耽误我们干活。是不是有谁念叨我？老三他们去北山外围打秋风，去了几天了？回大当家，已经3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放屁！在这方圆百里，还有人敢动我黑风寨的人？大当家息怒，小的打探到一个消息，山下刘家村有个叫刘季的突然发了横财，正在村东头盖大瓦房呢。老三他们失踪的方向刚好是刘家村后山，100多两。莫非这个刘季黑吃黑？你们2个扮成流民下山去摸摸底。遵命。欢声笑语的刘家还未察觉到北山深处逼近的杀机。大爷，行行好，给口吃的吧。等等，这俩叫花子身上穿着破麻布，脚上穿的居然是牛皮靴。嘿呦，逃荒的呀！来，本大爷今天心情好，赏你们2个馒头。大爷家这宅子盖得真气派啊，家里肯定有不少护院和家丁吧？家丁不计其数，50也有数百人。还有，本大爷我天下无敌。那大爷家里肯定很有钱吧？什么叫很有钱吧？那是相当有钱，那真是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家水缸都用银子来垫脚的，我家夜壶都是纯金打造的。行了，吃完赶紧滚，别弄脏了我的新地基。这2日有数次山贼踩点，看样子他们发现我家有横财了，得早做准备。娘子，刚才有2个土匪化作流民下山踩点来了。哦，你怎么看出来的？身上穿破麻布，脚上却是牛皮靴。最关键的是，他们虎口全是后剑，绝对是常年练刀的练家子。这混蛋平时看着不着调，还挺有眼力劲。既然你看破了，怎么没当场拆穿他？拆穿？我们哪惹得起啊！土匪势大，我们要避锋芒。什么？要我避他锋芒？你不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吗？逃荒的，差点饿死了。在这世道，只要露出一丝软弱，就会被饿狼啃得骨头都不剩。娘子，既然咱们都知道土匪要来了，那咱们就得用脑子。兵法有云，敌众我寡，当避其锋芒。怎么个避法？我已经诈过他们，说我家有数不清的家丁，成百名武师，他们肯定不敢进门。咱们搞出100号人的阵仗，他们肯定会吓尿裤子，连滚带爬的跑回去。这叫兵不厌诈。兵不厌诈。然后呢？然后咱们就安全了啊！他们知道咱们家不好惹，肯定就不敢来了。蠢货！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你今天把他们吓跑了，明天呢？后天呢？那咱们可以再想别的招数吓唬他们。只要他们惦记上咱家，就会像老鼠一样天天盯着。难道咱们以后每天晚上睡觉都要睁一只眼？孩子们出去玩，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在暗处下黑手？那娘子的意思是，今晚来多少，我留多少。娘子知道你很能打，可他们是拿刀的土匪，杀人不眨眼的。万一没有万一，你不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吗？又问。大郎，把那个生锈的捕兽夹藏在门槛后面，上面铺点干草。这就叫下马威，先废他们一条腿，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阿爹，这样他们会流好多血的。哼，流血才好，流血了他们就知道害怕了。真是麻烦，明明动手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在这布置什么陷阱。三郎，废油倒匀溜点，尤其那个斜坡给我倒满，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连环滑步，摔碎他们的尾椎骨。摔死大坏蛋！阿爹，我把家里最辣的朝天椒全捣碎了，加了生姜汁和草木灰。好，等他们踩了架子摔了跟头，你就拿着无敌辣椒水泼他们。阿爹，四娘的石灰炸弹也准备好了。孩子们，今晚咱们就用这10面埋伏大阵，把那群土匪赶回山里去。二当家，就是这家。这家怎么看都不像是有钱的样子啊。那个大宅子就是他家建的，他家垫桌子都用银子，一壶都是纯金的。对。好，兄弟们都听好了，
进去之后速战速决，反抗的直接乱刀砍死。那个纯金夜壶一定要给我抢走。是。啊！我的腿！第一轮完美，小的们准备第二轮，给老子狠狠的招呼！不好，有防备，跟我冲进去，我剐了他们！哎呦我的妈呀！我的眼睛，辣死我了！别过来，砸死你们这群王八蛋！不好，有防备，跟我冲进去，我剐了他们！哎呦我的妈呀！我的眼睛，辣死我了！别过来，砸死你们这群王八蛋！停！让你们闯老子的地盘，让你们惦记老子的家产！我戳死你们这群龟孙！金贤小人，老子先活劈了你！娘子啊，救命啊！你一个娘们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结阵，先围杀这个女人！上，别让她跑了！这几个人刀法虽然粗糙，但配合相当默契。别动！我好汉饶命，娘子救我！臭娘们儿，放下刀，不然老子现在就给她放血！干得好，看着娘们儿还敢不敢动？找死！阿娘，你没事吧？我保护好弟弟妹妹了。面临生死危机不哭不闹，还能冷静不防护卫幼小，这小子绝对有习武的天赋。大郎干得好，冷静果决，有担当。从今天起，为娘要教你习武。大郎习武，以后保护阿爹阿娘。我的祖宗们啊，今天真是老天爷保佑！要是你们少了一根汗毛，我也不活了。行了，别嚎了，这家里就属你最怂。各位乡亲父老，昨晚那真是太凶险了！这群亡命之徒企图洗劫咱们刘家村，幸亏我刘季运筹帷幄，布下十面埋伏大阵。哎呦喂，刘老三啊，这可是黑风寨的土匪呀！你们一家子可真是不要命了！我已经派人去县衙报官了。谁报的官？头，这等下三滥的防卫手段，都是市井无赖的阴招。这些都是穷凶极恶的悍匪，百姓不耍阴招，怎么对付得了他们？这是哪位义士所为？回宋捕头，是刘季他们家干的。你，哎，宋捕头，你这话什么意思？看不起人是不是？这世间竟有如此奇女子！在下县衙总捕头宋岭，敢问这位娘子，昨夜可是您击退了这群悍匪？回宋捕头，是我家相公带领民女击杀的劫匪。这位娘子，您手有千金之力，怎会被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带领？不对劲，这个捕头看我娘子的眼神很不对劲，难道这厮想撬我刘季的墙角？哎呦喂，娘子啊，为夫昨晚为了保护你，胸口被那贼人踹了一脚，现在还疼得喘不上气儿呢，你快给我揉揉。
这位是鄙人刘季，是秦娘子明媒正娶，哦不，名正言顺的亲相公。我们夫妻俩极其恩爱，生死相随，对吧，娘子？宋捕头，我听说官府对黑风寨的土匪是有悬赏的，这些一共能换多少赏钱？这位头领悬赏50两，其余喽啰每人5两，一共70两。秦娘子放心，宋某定会一分不少的给您送。不用，明天我亲自去县衙提现，绝不劳烦宋捕头再跑一趟冤枉路。找辆板车，把这些尸体全部拉走。是。秦娘子，我们后会有期。不对劲，这小子很不对劲。你能不能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娘子，我必须极其郑重地提醒你一件事。说。那个姓宋的捕头对你绝对没安好心，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勾引了。勾引我？你想多了。娘子，这是男人的直觉。你的直觉要是准的话，就不会被人骗得这么惨，追债追到家。一码归一码，钱的事儿我看走眼，但男人的事儿绝不可能看错。他刚才看你的眼神，简直就像是他一个捕官忌惮我的武力罢了。根本不是，忌惮是防备，他那是青木，是垂涎。娘子，这捕快极其阴险，他是想破坏咱们美满的家庭啊！美满？咱们俩什么时候美满过？怎么不美满？你看，我长得帅吧，美还能给你端茶倒水，我能帮你管教那4个小崽子。你要是跟了那个捕快，滚一边去！老娘脑子里只有那70两赏钱和咱们家还没盖完的房子。谁要是敢挡老娘，别说是捕头，就是县太爷，我也照批不误。秦娘子，宋某信守承诺，亲自将剿匪的赏银送来了，一共70两，请秦娘子清点。哇，好多钱，发财了，发财了！真该死！我都说了我去县衙提，他还非要亲自送来，绝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秦娘子的武艺实在令人惊叹，宋某不才，自幼习练一套破风刀法，不知可否请秦娘子指点？底盘极稳，出刀果决，是一套能上阵杀敌的好刀法。能得秦娘子一句赞赏，宋某3生有幸。疼死我了，娘子，娘子啊！你发什么疯？你不是说早就不疼了吗？娘子，内伤，这是极重的内伤，发作起来要人命的。刘季，身为7尺男儿，手脚完好，却整日装病示弱，将家庭重担全压在一个柔弱女子身上，你就不觉得羞愧吗？羞愧？我为什么要羞愧？我娘子天下第一厉害，我吃我娘子的软饭，我骄傲，你一个外人管得着吗？秦娘子，恕宋某直言，您这般武艺超群、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宛如9天之上的凤凰，而此人不过是市井中的一只无赖泼皮。好你个姓宋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你就是想撬我的墙角，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大郎、二郎、3郎、4娘都给老子出来！有人要抢你们阿娘了！阿爹和阿娘是天生一对，谁也别想拆散我们家。宋捕头，我阿爹虽然不会武功，但他会算账，会管家，还会教导我们。阿爹最好，阿爹会给我们讲故事。捕头叔叔是坏人，想让4娘变成没有阿爹的小可怜。4娘只要自己的阿爹。不是，我没有，宋某绝无此意，只是替秦娘子感到惋惜。好，县太爷嘱托我们快去快回。对，我们得赶紧回去。宋捕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家相公虽是个废柴，但至少是个听话的废柴，就不劳您费心了。宋某，告辞。哈哈哈哈哈！小样儿还想跟我斗？孩子们干得漂亮！今晚加鸡腿。耶，太好了！你说什么？老二带了4个好手去刘家村，不仅没把钱抢回来，反被人换了赏钱。是，二当家被换了50两，其他兄弟都换了5两。是啊，黑风寨10几年，何时受过这等奇耻大辱？把所有兄弟都召集起来，随我踏平刘家村。我要把那个刘季和他婆娘剥皮抽筋，挫骨扬灰。
娘子，你这一大早把刀磨得锃亮，还准备了这么多阴损防身的物件，是要干嘛去？去黑风寨给大当家拜个早年。你疯了！那黑风寨里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你这可是去死！跟黑风寨的梁子已经结下了，早晚的事，不如先发制人。阿娘说的对，黑风寨盘踞多年，库房里肯定有成堆的金银财宝，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主动出击，这叫黑吃黑。你个小财迷，有钱拿也得有命花呀！我坚决不同意。我身为一家之主，必须制止你这种极其危险的行为。哦，一家之主，行，那黑风寨倾巢而出，你怎么办？报官，对，报官，让官府去剿匪。这么多年了，官府管过吗？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宋捕头不是对你……你去县衙找你的好兄弟，谈谈剿匪的事。谁跟他是好兄弟？那个姓宋的小白脸老想着撬我的墙角，让我去求他，门儿都没有。我刘季就算是死，从这院墙上跳下去，也绝不去县衙找他。要不是为了妻小，我才不会来找那个姓宋的。站住！县衙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劳烦去通报一声，就说刘家村的刘季，也就是秦瑶秦女侠的名正言顺、极其恩爱的亲相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找宋捕头。什么秦女侠、李美侠的，咱们捕头公务繁忙，没空见你，赶紧滚！不见是吧？行，那我就在这儿敲鼓了啊！黑风寨折了二当家，以大当家那残暴的性子，定会血洗刘家村报复。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下山前，想个万全之策，将他们斩草除根。头儿，黑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咱们县衙这点人手，强攻怕是去送死啊！只能请省里派兵剿匪。请省里，怕是黄花菜都要凉了。打人啦！官差欺负老百姓了！怎么回事？你个泼皮无赖，快撒手！走，今天见不到宋捕头，我就长在这柱子上了。惊扰了县太爷，把你丢进大牢吃牢饭。住手！县衙门口拉拉扯扯，成何体统？我没碰，这无赖非要见您，赶都赶不走。哟，宋大捕头，见你一面可真难啊！刘季，这里是县衙重地，不是你撒野的市井街头。你若敢胡闹，本捕头立刻拿你问罪。吓唬谁呢？要不是我娘子让我来，你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秦娘子，她要你来做甚？我娘子说了，黑风寨要下山报复，我们夫妻二人决定给你一个立功受奖的机会。说吧，怎么个立功受奖法？简单，扫平黑风寨，就凭你。我娘子主攻，把黑风寨打残。你们县衙负责去撑场子、洗地、抓人、收尾。哼，我凭什么要去给你们撑场子？凭你穿的这身皮，不对，凭你一颗保护百姓的忠肝义胆之心。当然了，我们也不是白去的。黑风寨盘踞多年，库房里肯定有数不清的金银细软，咱们得五五分账。放肆！协助官府剿匪，乃是良民本分。你竟敢跟官府讨价还价！宋捕头，灭了黑风寨，这政绩可是能直达天听的。前途无量啊！好，为了刘家村的百姓，我答应你。但是你要是说出去，我要是说出去，我就不是刘季。好，那请你说说，黑风寨易守难攻，秦娘子到底有何妙计？强攻肯定不行，咱们得智取。瞒天过海，里应外合。我娘子说了，我们需要派一个极其贪生怕死、见钱眼开、极其不要脸的市井小人。市井小人？对。让这个小人带着一笔巨款，假装受不了家里悍妻的毒打，去黑风寨投诚。大当家生性多疑，派个正气凛然的人去，他肯定不信。但要是去个见钱眼开的软骨头，他绝对会放松警惕。大当家收了巨款，肯定要摆庆功宴，到时候这个小人就趁机在他们的酒水里下上我娘子特制的九转无敌腹泻散。等他们腹泻的时候，我带领兄弟们冲上去，一网打尽。怎么样？好计。只是我县衙里的兄弟，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上哪儿去找这等贪生怕死、见钱眼开、极其不要脸的小人？
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娘子轻点毁容了。听着，一上山你就使劲哭，控诉我在家怎么虐待你。你实在受不了，带着家伙前来投诚。娘子，我害怕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窝啊！他们要咔嚓一刀把我劈了怎么办？我连下药的机会都没有啊！放心，你抱着这么大一箱银子，他绝对舍不得杀你。你只要本色出演，把你不要脸、贪生怕死的劲儿拿出来，他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可是万一我真回不来了呢？别胡说。娘子，我要是真死在上面了，你可以改嫁，毕竟你那么厉害，还带着4个小崽子。但是你绝对不许嫁给那个姓宋的，他1个月就那么点俸禄，养不起你和孩子们的。你要是嫁给他，我会死不瞑目的。好，我答应你。娘子，等我回来。怎么回事？我居然这么担心他。娘子小心！娘子，不，女侠，饶命啊！我为了保护你娘，挺起胸膛，硬生生用这血肉之躯接下了最毒的一枚暗器。难道我爱上这个蠢货？好汉，救命啊！俺来黑风寨撒野，我是来投诚的。投诚？我们山上个个都是好汉，哪需要你这种软骨头？2位好汉通融，小人是个不会武功的软骨头，小人有钱啊！算你小子长眼，在这儿等着，我去通报大当家。好，就闻黑风寨大王威名，特献上全部家财，只求大当家收留。牛大宝，你不在山下过好日子，跑来我黑风寨干什么？我不下去了呀！我那恶婆娘逼我去考功名，天天打我，我是生不如死啊！考功名，瞧你也不是能考上功名的样子。是呀，所以我变卖所有家产，特来投靠大王，只求大王让我逍遥度日。那你带来多少银子？一共531两2钱。哼，有意思，还有零有整啊！是啊，小人1分钱都不给那个恶婆娘留。那你就留下来吧，老子这2天正忙着集结山寨里的兄弟，准备明天踏平刘家村，你就跟着去练练胆子吧。大当家要去刘家村？你知道？大当家您不知道啊？那个刘家村的刘季简直不是个东西。那个刘季啊，天天就知道骗吃骗喝，欠我好多钱，有钱盖新房，却不知道还钱。还有他那个婆娘，就是个母老虎，仗着会点三脚猫的功夫，把小人打了一顿。大王，明天去刘家村，把这个刘季一家交给小人来处理，小人保证把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当是给大王的投名状。不行，老子跟这家人有血海之仇。血海之仇？我二弟就是折在这对狗男女手里的，这次老子就是冲着他家去的，要亲自把他们一家老小剥皮抽筋，挫骨扬灰。大当家亲自出手，那刘季自然是死无葬身之地。不过小人听说刘季的婆娘力大如牛，是个极其难对付的活阎王。活阎王，老子这次准备了10车火油，加上淬了毒的连弩，他就算有3头6臂，老子也要连人带房子把他烧成灰烬，射成刺猬。10车猛火油加毒弩，这要是真让他们下了山，我老刘家哪还有命在？还好娘子英明，大当家真是神机妙算，诸葛亮在世也不过如此啊！大当家，为了预祝咱们明日大获全胜，小人今晚斗胆亲自伺候大当家和各位好汉喝酒。好，你小子极其上道，来人啊，摆庆功宴，让这牛大宝给咱们兄弟倒酒。不醉不归。接下来是不是该给酒里下毒了？真当老子是蠢货？你根本不是什么牛大宝，你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大王，小人冤枉啊！小人真的只是个活不下去的苦命人。还嘴硬，给我狠狠的打！
我就是来投靠您的。哼哼，既然你不承认，老子就给你个痛快！大当家，这上面写着字，好像是张卖身契。卖身契，刘季，这个杀我二弟的仇人，居然敢跑上山来戏弄老子！老子现在就活拐了你！小人确实是刘季，但小人没有戏弄您。大王，您看看那契上写的是什么？如果不从，随意打死！小人就是为了保住这条贱命，才跑上山来投靠大王的。再搜搜他身上，如果带了毒药，即刻打死。启禀大当家，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堂堂7尺男儿，竟然被一个娘们儿逼着签了卖身契，真是个极品废物！是，小人只想活命啊！好，够无耻，老子信你了！来人，给他松绑！一起去喝酒。哼，中了我家娘子的9转无敌腹泻散，你们的肠子都能拉出来。没想到刘季这个废，没想到刘季居然真的得手了。我家男人肯定稳操胜券，手到擒来。快上来！好，弟兄们，冲进去，一个都不许放跑！刘季，你这个小人，别让老子抓到你！哎呀，我的肚子不行了！大当家的去哪儿了？刘季，你个狗杂种，果然是卧底！老子当然是卧底了，不然还真当土匪啊！老子在你身上搜了无数次，就一张卖身契，毒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想知道啊，我就不告诉你！气死你，气死你！这卑鄙小人，老子先劈了你！抓紧投降，还能饶你不死。就算死了，老子也把刘季带走。带走我？你有这个本事吗？只可惜，可惜什么？只可惜你只顾着欣赏那颗夜明珠，没尝到我娘子亲自研制的9转无敌腹泻散，实在是太没有口福了。老子劈了你！动我男人，问过我了吗？就是你，在刘家村杀了我二弟的活阎王！活阎王不敢当，不过你们兄弟俩今晚确实能在地下团聚了。哎呦呦，大当家的，你不仅脑子不好使，眼神也不行啊！我娘子这么如花似玉，哪点像阎王了？你那短命的二弟能死在我娘子手里，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应该跪下来磕头感谢我娘子替天行道才对。你们这对狗男女，老子杀了你们！就凭你，我看你是急着去见你二弟。就你这3脚猫的功夫，连个山寨都护不住。我要是你，早就跪下来舔鞋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老子今天就算是死，也要拉你们垫背！有本捕头在，休想伤人！这死心眼的闷葫芦，竟然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
哎，姓宋的，谁让你多管闲事了？你是不是瞎逞英雄啊？我一指就能点倒他，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刘季，你真是不识好歹！我又没求你救，大不了医药费算我的。刘季，你给我闭嘴！还不赶紧滚过来帮忙包扎！好嘞，娘子。我这不是怕他抢了你的风头吗？我来，宋捕头，您忍着点疼啊，我这人手重。宋捕头，我可听说你们衙门里的兄弟都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平时受点伤流点血，那是从不喊疼的。不过嘛，你要是实在受不了，就大声喊出来，没事的。不疼，本捕头扛得住。随你暴躁。好嘞，果然是真汉子，就再勒紧点儿，免得跑风。完美，宋捕头，你看我这包扎的手艺怎么样？是不是极其的？哎，宋捕头，这就晕了，还装硬汉呢？带了这么多号兄弟上来剿匪，结果就他一个人挨了刀子，就这水平怎么当上捕头的？不会是关系户吧？闭嘴！要不是为了救你个废物，宋凛他哪挨这一刀？赶紧把宋凛背起来，下山找大夫。凭什么我背啊？他手底下那么多兄弟，而且他那么沉，万一把我压坏了，你又要心疼。你背不背？背，我背还不行吗？姓宋的，你给我记住，你欠我刘季一个天大的人情。哎呦，你吃什么长大的？死沉的。乡亲们，要说那黑风寨，那是真正的龙潭虎穴呀！大当家那把九环大刀，足足有几十斤重。当时他把我五花大绑在刑架上，那是严刑拷打，鞭子抽的我是血肉模糊啊！我一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我刘季是谁？那是铁骨头硬汉子。拉倒吧，刘老三！以前村口那条瞎眼老黄狗冲你汪了一声，你吓得爬上树半天不敢下来，还铁骨头硬汉子呢！去！你懂什么？那是本大爷不跟畜生一般见识。你们听我接着说啊！大当家见我如此忠勇，亲自给我解开了绳索，然后邀请我去喝酒，然后我极其机智的把毒药藏在面粉捏的假银子里，神不知鬼不觉的下在了他们的酒缸里。别，接着编！就你这胆量，还敢给劫匪下毒，早就尿裤子了吧？你们怎么就不信呢？后来大当家发现中计，提着大刀就朝我天灵盖劈来。千钧一发之际，我一个样子翻身，大喝一声，伸出两根手指稳稳的夹住了他的刀刃。我刚要发力将他制服，行了，老三啊，赶紧回家洗碗劈柴吧。一会儿秦娘子要是拎着刀出来找你，你那两根手指头可夹不住。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我刘季今日若是有一句假话，散了，刘季啊，有空就去帮秦娘娘多干点活，少吹点牛。以前说瞎话都信，现在说实话反而不信了。刘季啊，不是大家不信你，实在是不敢信你，除非什么？除非县太爷亲自登门。村长，快看啊，是官差县太爷带着大批人马敲锣打鼓的朝咱们村过来了。哈哈，这下大家都该信我了吧？我得赶快把娘子叫来。草民叩见县太爷，快免礼，本官今日来可是来给你们刘家村送大喜报的。敢问县太爷是哪家？刘季夫妇一家可在这里？在。草民现在就给您带路。刘季，参见尊敬的县太爷。刘季，喜爱妻参见县太爷。写你自己就好了，我自己会说。第一次见县太爷，总要表示恭敬一点。民妇秦氏见过大人。二位义士孤胆深入匪窝，里应外合，实乃我县之幸。本官今日特来论功行赏，深入黑风寨，剿除多年匪患，劳苦功高。哎呀，县太爷，这怎么好意思呢？为民除害乃是本分，这赏赐实在太丰厚了，草民受之有愧啊！朝廷赏罚分明，切莫推辞。多谢大人，那我们就收下了。秦娘子，你不仅武艺高强，且深明大义。本官有个不成器的女儿，想请你回大人。民女家里还有4个顽童需要照料，实在无暇出手。好，如果可以，本官随时欢迎啊。是。咱家新宅也快盖好了，是时候让他做点正经事了。
大郎，接扁。刘府，这真的是我们家吗？我不会是在做梦吧？还刘府，再得瑟，今晚就让你睡门口。就这大宅子，睡门口我也乐意。哎呦喂，季哥，哦不，刘老爷，您这宅子比镇上王员外家的还气派。兄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门脸。那是，咱刘老爷现在可是剿匪英雄，全村首富，这叫乾隆升天。我就知道刘老爷非池中之物。低调，都跟你们说了要低调。就我这扇子价值10两，我跟你说了吗？10两，那可够我家1年的开销了。刘老爷，您看您现在都这身家了，是不是带兄弟们去镇上的迎春楼开开会？没问题。本老爷现在每个月零花钱就5两银子，5两懂吗？今天全场我刘公子买单，你们就在这候着，我进去拿钱。哇，四娘，你看这地砖多平整，再也不怕磕倒了。家里好大哦，以后咱们捉迷藏，爹爹肯定找不到我们啦。这家具比村长家里的都好，这真的是我们家吗？咱们家剿匪的赏金加上黑风寨仓库缴获的只有3000多两，按每人每月1两银子还不够50年，就这样坐吃山空下去可是极其危险的。哎呀，二郎啊，爹现在可是全村首富，不能这么精打细算，每人每个月至少5两。啊，5两，那还不够10年花的。二郎，告诉你爹，你娘把银子藏哪儿了？爹要拿5两出门办正事儿。今早天还没亮，娘就带着我去了镇上的汇通钱庄，存的死契。死契？那家里的现钱呢？除去买米买面的日常开销，家里现在可动用的现银共计23个铜板，都在娘的钱袋里。23个铜板，老子可是首富啊！娘子，你回来了。那个，咱家的钱呢？家里的钱给孩子交了私塾的学费，还有书费。能不能给我5两银子，出去应酬应酬，结交权贵，拓展人脉？想要钱，你得自己挣。娘子啊，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哪有本事赚钱？你这不是难为我吗？那我给你2个选择。娘子，请说，只要不让我干苦力，什么都行。第一，去考个功名回来；第二，去赚钱。每个月按照1人5两的生活标准，你就月入30两吧。1个月30两，我去当劫匪也抢不来这么多钱啊！考功名不就是坐屋里打瞌睡翻翻书吗？这比每个月赚30两简单多了。我去考功名。好，从今天开始，你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把戒尺就送给你了。等等，我怎么感觉这戒尺专门用来打我的呢？我怎么感觉进了他的圈套呢？考功名，我能行吗？